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，老公和小三开房。我带婆婆去捉奸，闯进门，看清小三的脸后，我俩却哭着离开。我叫小蕊，今年26岁，刚刚和老公结完婚。我们结婚的原因倒并不是老公多么的喜欢我，而是婆婆一直对我赞赏有加。相反的，结婚后老公对我一直不冷不热，这令我很奇怪。我也想尽力地打破这样尴尬的局面。我每天变着花样做饭等他回家，可他还是有时很晚回家，甚至有几天要和我分床睡。我感觉很疲惫，无力再去改变。多亏了婆婆，我经常和她聊天，她也安慰我说儿子不懂事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直到有一天，闺蜜小杰给我打电话说，看见老公去酒店开房，但当时只有他一个人。这要是换做别的地方，我倒不以为然，万一是出差呢？可这是本地呀，有好好的家不回，去开房。我顿时火了，原来你对我不冷不热的原因是因为外边有人了。马上给婆婆打电话，婆婆听到这件事也大吃一惊，嚷嚷着要和我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到了小杰说的那家酒店，但老于找不到具体房间，便装作服务生挨个敲门，也受到不少辱骂。直到敲到一个房间里面传出什么事的声音，我敢肯定这就是老公的声音。看了婆婆一眼，她对我点了点头。于是我便一直敲门不说话，最后有人开了门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老公。我和婆婆顿时就往里面冲，床上果然有人还没有穿衣服。婆婆气得大叫，可当我掀开被子时，顿时觉着五雷轰顶，这个小三竟然是个男人。顺道，老公毫无顾忌地向我袒露了他是同性恋的事实。我当场气得火冒三丈，怒火烧的我几乎要冲上去打他一顿。婆婆瞬间哭了出来，我也眼眶微红，冲她吼，既然你是同性恋，你为什么要和我结婚？你为什么要来伤害我？老公的脸上没有一丝愧疚，他冷漠地看着我，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我结婚只是为了应付家庭的压力，我一直都是同性恋，从来没有喜欢过女人。他的话刺痛了我的心，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被愚弄的傀儡。他为了掩盖自己的性向，竟然把我当作了牺牲品。我怒不可遏地望着他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我嘴唇哆嗦着，难以言喻的愤怒和失落交织在心头，犹如一团激荡的火焰。你这个无耻的骗子！你和我结婚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性向，为了满足家庭的期望，你一直在背后耍弄我。我声音嘶哑，怒火几乎要把我吞噬。我愤怒地用力扇了他一巴掌，发出清脆的巴掌声。你给我滚！离开我的生活，从此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我用尽全力压抑住内心的悲伤和绝望，嘶吼着对他说。婆婆在一旁哭得更加厉害，她拿起旁边的东西朝着老公扔过去，愤怒地咒骂着，你这个糟混蛋儿子，你害了小蕊，害了整个家庭。房间里弥漫着一片混乱，我感觉自己的情绪已经无法再控制，愤怒和伤心交织在一起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老公显然早有所预料，没有试图解释什么。我瘫坐在地上，泪水无声地流淌，内心的愤怒和绝望像潮水般涌来。我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嘲笑我，让我陷入了无底深渊。婆婆走过来，
拉着我颤抖的肩膀，用哭腔道：“小蕊，婆婆对不起你，是我错了，我没有管好我的儿子，没有看清楚他。”婆婆一边哭一边搀扶着我离开了那个令人恶心的房间。离开后，我用力抽噎着，无法言语。这个家庭的幻象彻底破灭，我的心被撕裂，让我感觉无法呼吸，无法面对。婆婆却一直陪伴着我，试图安慰我，但我的内心仍然是一片混乱和痛苦。我们找了个安静的咖啡馆坐下，我默默地捧着一杯咖啡，泪水不断地滑落在杯子边缘。婆婆轻轻地拍拍我的手，她的声音充满了愧疚：“小蕊，是我没有好好教育我的儿子，没有发现他真实的内心。我为他的行为感到非常抱歉。”我抬起头，看着婆婆的眼睛，我能感受到她的内心也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她不仅是作为母亲，还是我这段婚姻中的支持者。看着我受到这样的伤害，她的内心也在流血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微微颤抖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坚定：“婆婆，这一切不是您的错，我也是被欺骗了，没有看清楚她的真实面目。”婆婆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她的眼神中有一丝希望：“小蕊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这一切，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。”我点点头，感受到了婆婆的温暖和支持。在那一刻，我意识到，虽然婚姻破裂了，但我并不是孤单的，我还有婆婆这个可以依靠的人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慢慢走出了阴影。我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，重新开始我的生活。婆婆支持了我的决定，她帮助我收拾行李，安排了我回家的航班。回到家乡，我重新找到了工作，和老朋友们重建了联系。我并没有把自己封闭在伤痛中，而是努力寻找新的希望和方向。我开始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认识了一些新朋友，渐渐的，笑容重新回到了我的脸庞。婆婆时常打电话给我，关心我的生活，鼓励我走出过去的阴影。她告诉我，人生会有很多起伏，但重要的是要坚强地面对，不要被困在过去的痛苦里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努力，我渐渐恢复了自信，也逐渐找回了生活的乐趣。我开始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，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目标。我明白，我值得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，不再被过去的伤害束缚。突然有一天，我从自己的行李中翻出了一本不属于自己的书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婆婆的。我准备把书放进我的背包里，去给婆婆送去。突然，书里掉出了一张折叠的白纸。我一脸好奇的表情打开一看，我瞬间傻眼了。原来婆婆很久之前就带过她儿子去做过同性恋检查。这时我才突然明白，原来婆婆一早就知道她儿子的情况，一直在骗我。当初婆婆想着让我嫁进门，也就是为了能挽回她儿子的性取向而已。我真是没想到，我居然只是一个被用来掩盖事实的工具。我也只是离了婚，没有追究什么。可我好不甘心被骗，大好的年华就这样浪费，我该怎么讨回公道？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投稿自己的故事，我来讲述分享给大家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